家好，大家呢一直在等待市场的反转，那么市场反转要看什么呢？接下去谁有可能会跑在前面？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我们周期派的朋友呢，都相信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周期的发展顺序哈，先是信贷，对吧？信用走在前面嘛，对吧？然后是市场的一个底部，然后是基本面，然后是库存。那其实本质上从目前来看，我们依然还是会认为说，本轮市场的底部是在去年10月份产生的，只是说我们现在在进行二次探底，并且一直在处于一个磨底的过程哈。接下去是看的是基本面嘛，对吧？然后是库存周期。那其实这两个东西呢，基本面跟库存，它是用来确认前面的市场的一个反转的，对吧？那基本面我们用什么来代替呢？用 PPI，对吧？用 PPI 跟工业企业的利润两个来综合去考虑哈。那 PPI 是这个红色的，基本在7月份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反转了哈。8月份是确认再往上，就是没有往下走。我们认为说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底部哈，但是现在还不能100%的确定。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后面这个库存周期，库存周期看什么？产成品存货嘛，对吧？我们看这个灰色的线，灰色线有一点点小的转弯哈，不是很明显。那么现在其实就是处在这一个反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吧？然后基本面确不确认呢？可能确认了，就大概率可能确认了，但是我们不能100%的肯定。然后正在等待库存中期，如果再往上走的话，那就是概率越来越高嘛。那我们说，哎，那库存周期都要反转了，其实基本面反转是指日可待，对吧？可能正在发生，可能我们现在当下正在发生。那谁会排在前面呢？好，我们看，那第四季度呢，很多情况下会发生低市净率、低市盈率比较好的这样的状况。那什么是低市净率、低市盈率的指数呢？基本上就是大金融啊这些方向。谁会率先开启这个库存周期呢？那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历史数据呢，一般是中游的加工，上游、中游、下游嘛，对吧？中游又分加工跟制造，就是中游这个加工通常要领先于整体的这个周期会往上走。它其实怎么讲，就是说在整轮周期当中，领先的那个它跑赢的那个时间的长度并不是很长，也就是以季度为周期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概率啊，或者是一个长度。好，那么我们说就目前来看，根据 PPI 的相对位置，还有就是历史上各个行业在去库存过程当中的时长的历史数据来预测这一轮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看哈，红色的是平均下游去库存它平均运行的周期，然后灰色是目前已经运行的周期，很明显就是消费跟中游加工都已经超过了平均运行的这个地方，就说明什么？说明去库存底部这个反转，就库存周期底部反转是正在发生中，对不对？正在发生中。为什么说正在发生中？因为库存数据不是当月的，是滞后的。当我们去看到它已经确认它反转的时候，就数据是后面才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底部库存周期的底部反转是正在发生中。然后呢，中游加工有望率先于11月开始就是库存周期就是反转这样上来啊，它是走在市场后面的，明白吗？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沉住气哈。那么部分行业将于今年的10月开启主动补库存的状态阶段，也就是说库存周期往上反转嘛。比如说有色金属啦、橡胶啊这些哈，那可能会在以一个季度为单位的基础上有一些相对的超额收益啊。但是我们其实我并不建议大家去做这样的交易，就是有色金属我是看好哈。但是有色金属我们看好它是基于一个周期的维度，而不是基于一个季度的维度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还是要基于周期的维度会比较好一点。还是这样讲，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在周期底部去选择长期景气度好的方向来长期持有，是普通基民最容易的策略。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给我留言哈，在评论区留言，我看到都会给你们回复。
然后呢，我们过后还会更新关于大宗商品的一些东西哈。我还是那句话，未来10年要看大宗商品，未来10年都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早就开始其实2年前我们就开始，一定要积累大宗商品的相关的知识跟投资的经验。好，那祝大家新的一个月工作顺利顺心。